下车。小心！追！别进。小心！韩队，我没保护好他，我没把握好出队，对不起。小苏，不怪你啊，朱队会没事的，不怪你。怎么样？病人身体里的雷管金属片已经全部取出来了。剖腹视察时发现，病人除了脾脏损伤外，其他内脏没有损伤。脱离危险了吧？啊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由于脑震荡及失血过多，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。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，还是个未知数。没事，朱队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。我们来说一下你杀了这些人。你杀死李一奇后，
开车去枫林都城做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汪晨出现在翟西西的案发现场，你是去给他新型药物吧？查到嫌疑人车牌号了 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昨天晚上交警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。那个人那天晚上就去找王晨。他们说吃了这个就有勇气跳了。主任，汪晨的血液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查出了麻醉剂的成分。哎，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重呢？大仙儿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人，报警！报警！问的怎么样？哎，林哥，老板说没有任何陌生人出现过。问问他们。好嘞。林哥，我这边也问了几户人家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确认是一名年轻女性，除了脸部遭到毁坏以外，手上的指纹也被磨掉了。韩队，你说合成最近怎么这么多凶杀案啊？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点到11点。韩队，怎么样？死者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00斤左右。从死者的长骨末端骨骺线至耻骨联合面来推测，死者的年纪应该是在29岁至32岁之间，没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。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，有牛肉、面包、西兰花，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据尸体的几项数据以及胃内的食物残渣来推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是大出血，致命伤在颈动脉。这是什么凶器？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物。伤口在右侧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很有可能。 DNA 呢？失踪人口当中没有找到符合的。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腰部那个纹身开始着手查。我想起来，我好像看过一个悬案，死者身上的伤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镇发生过一起杀人案，死者是19岁的女大学生，凶手至今未能找到。当年的办案民警推断，凶器是一支钢笔。现场有找到凶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案子还有更多的资料没？更多的资料估计得回到案发地，找当年办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况。你觉得这2个案子有关联？从伤口上来看，确实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断凶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还需要更多资料。行，那朱队，你跟进一下纹身的线索，我们去李家镇。
韩队，哎，李总，齐主任是吧？你好。啊，你们提的案子呀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进去谈吧。好，来，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提的这个案子呀，当年在我们镇上闹出的动静挺大的。跟我说说吧。这个死者呀叫樊绛雪，是个隔代教养，就是奶奶养大的。我们呢都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啊就喜欢画画，经常到后山上去写生。出事那一天呀，镇子全乱了，县长啊也是手忙脚乱的。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？我们这个小镇呀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。再加上10几年前，侦破手段也不成熟，我还在想，这个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，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伤口真的跟绛雪的一样？会不会，凶手是一个人啊？现在还不确定。这个人是，哦，这个丫头啊叫胡洁，和绛雪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绛雪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洁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弃她。2个人啊经常一起上山画画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这个胡洁在场。那天她说她感冒了，她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她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绛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洁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朱队，我找了几家纹身店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继续找。好。杜队，我找到了。我在网上的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有同样的刺青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身，跟无名尸体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听说她10几岁就出国留学学艺术，最近刚回国。叫什么名字？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尽快确认一下这个女孩的身份。是。原来在国外啊，难怪查不到。刑案小说啊。朋友出事当天他刚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后他立刻出国，这个胡洁肯定有问题。从年纪上来看，和无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，喂，韩队，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女孩，身上的纹身跟无名尸体是一样的，具体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。我把照片发给你。小苏，发给韩队。好。是胡洁。这个人是李家镇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洁。我会把这胡洁资料传给你，你找他家属对比一下 DNA， 确认身份。好。来了。这小屋啊，早先是给附近护林员休息使用的，久了渐渐就没人了，所以啊，也就荒废了。进来看看。来，绛雪、胡洁2个孩子啊，以前常常到这儿来玩，但是自从绛雪出了事以后啊，这地方就更没人敢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当心点啊！没事。镇上啊，有些孩子把这说成是鬼屋，啊，来探险。偶尔啊，会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上来看一看。哎，注意脚下啊，这边。
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啊，尸体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吧？对。当时，法医鉴定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凶器是一支钢笔，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。怎么断定的是钢笔啊？伤口形状吻合，在伤口里发现了钢笔水。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画板，樊降雪身边有一支钢笔，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纹，但没有血迹。另外啊，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人明显打扫过，指纹、足印，通通没有。最后找到了一根头发。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。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认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降雪自己的。现场只有画架，却没有找到画。我们觉得也挺纳闷的，以为是被风吹走了什么的。最后派人把这附近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找到画。凶手应该留下了证据，所以把它拿走。不知道。部队，我们联系上了胡杰的父母，他父母目前都在国外。他父母说胡杰已经回来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查了他的通话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号是澳洲的，所以目前没有有效的信息。这位是他家的保洁阿姨，她给我们开的门。部队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坐下聊吧。哎，来，阿姨坐。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您上一次见到胡杰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来打扫卫生的时候。您是几点钟来的？大概下午2点吧。那个时间胡杰在家吗？在家。我下午开始打扫卫生，差不多6点走的。胡小姐下午5点多出去的，好像约了其他人吃饭。你是说汪晨掩盖了翟家的真实情况？没错，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家是低保，翟山军腿部残疾，投保人翟西西是残障人士，受益人翟小山身患重症的话，这份保单是不可能通过的。
警察同志，你们想想，这样的保单对我们来说风险极高，内部评级是过不去的。你们对他进行处理了吗？我们已经让他停职，接受公司的内部调查。可以把他经手的这些客户名单都给我们吗？没问题，我们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，请跟我来。好。你见过翟西西使用这个群吗？没见过。小山想吗？我能问问他吗？哦，当然。小山，你还好吗？小山，出去！我不想见到你。不是小，你给我出去！小山，你为什么不抓他？他就是凶手。你们警察不就是抓凶手的吗？为什么不抓他呀？小山，你冷静一下。他就是凶手，为什么不抓他？冷静一下，你爸不是凶手。先冷静一下。小山，你听姐姐说，你爸不是凶手。你姐姐坠楼之前，我们在监控里拍到你爸的画面了。如果你知道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。你们肯定搞错了，他肯定是凶手，这个家就是他毁的。我们本来好好一家，现在就剩我了，都是他害的，就是他把这个家拆散了。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小山，你听姐姐说，我有个哥哥，他也去世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你一样，我每天都在哭，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我身边的人，他们都在默默地陪伴我，帮助我。后来我就慢慢走出来了。如果之后你有什么，你可以找姐姐说，好吗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我们一起找到你姐姐去世的真相。你知道这个群吗？姐姐怎么会在里面？所以你知道这个群？这个群里面的人都是有轻生念头的人。里面有个大姐，是医院义工，她专门负责开导。我曾经也加入。所以，你姐姐是因为你介绍进去的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刘姐在吗？哦，刘姐在那忙，我去看一看，你们稍等一下。亲爱的，别难过了，千万别放弃，要坚强。只要不放弃，刘姐，那边有人找你。哦，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小三跟我说，这个叫刘青的刘姐是医院的义工，为了开导她，会介绍一些跟她一样有轻生念头的人认识。他也在那个群里吗？对。我姐姐知道我想自杀之后，打了我一巴掌，自己也哭了。自从我妈没了之后，我就没再见过我姐哭。那一次把我吓到了，我就答应我姐，以后不会再干傻事了。后来那些聚会，我就去过1、2次，之后就退群了。为什么之后不去了呢？我没什么好分享的，我也没什么能鼓励别人的故事。他们越温暖，我就越难受。这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。翟西西死之前为什么删掉这个群？我怀疑不是他自己删的。你们好，请问
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个群是我建的，里面都是些有轻生念头的孩子。我也是想着给他们一个地方，可以互相交交朋友，说说心事，有些事情说出来就好。对了，刘姐，我想问一下，照片上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我记得她叫西西，她弟弟的心脏出了问题，为了不拖累姐姐想轻生，我给劝回来了。先生，您喝杯水吧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呢？没见过。你知道这个群吗？知道，我们都是因为想轻生才聚集在这儿的。你们都在这个群里。刘青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是真正关心我们的人，他想让我们活得都更有意义。很高兴今天我们能相聚在一起。我们都是在痛苦边缘苦苦求生的人，希望能够通过互相认识、互相倾诉的方式，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丽丽，你想不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过得怎么样呀？我妈几个月前确诊为突发急性心梗，冠状动脉堵塞。手术结束以后，住进了 ICU。我妈还在努力，我也不能放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丽丽的分享，我们都要向丽丽学习。生活再难，只要不放弃，总会有转机的。小林，你想分享一下吗？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儿了。我本来以为世界是没有希望的，还好我遇到了刘姐，谢谢你的指引，让我在绝路之中找到了那束光。谢谢。画册里全是这个画的图案，下面还有他们的签名。曼陀罗。之前我听齐思哲说过，这种花是麻醉剂的主要成分，用得好是药，用不好就是毒，可以用来害人，也可以用来救人。很显然，他们很看重这种花。他们这上面这些签名代表什么？不知道，查查吧。行，我回头查一下。喂，对，我查到了王晨1年前还有一个客户。师傅，到了叫我。老宋。老宋，对，老宋应该没在家，而且平时这个点他们也没关门。真是他女儿的话，他一定知道什么，记着。好。
师傅，你这是开哪儿来了？我去火车站。师傅，跟你说话呢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往哪儿开呢？停车！停车！你还记得倩倩吗？您昨天大概什么时候来的这边？昨天晚上大概6、7点吧，刚吃完晚饭的时候。你到这里的时候有发现别的可疑人物吗？这里没什么灯光，黑漆漆的，我没太注意，就看到湖里的车灯一闪一闪的，才发现有车沉在里面。可惜，哎，主任，现场没有刹车痕迹吗？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制动系统，才能确定是刹车故障还是蓄意把车子开进湖里的。团队没有找到行驶者，只有他们两个的身份证，现在还不确定为什么他们会在同一辆车里。查一下车主信息。好。死者脸色铁青，口鼻部有泡沫痕迹，皮肤呈鸡皮状，初步判断符合生前溺水身亡的特征。具体情况还需要回去尸检才能知道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2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淤伤。汪晨身上的淤伤，我们判断应该是车辆坠入湖中时的冲击力导致的。另外，我们在汪晨的肺部发现了积水，有严重的气肿以及水肿，而且他的呼吸道里有泥沙。我们初步判断他应该是溺水身亡。宋维民的脖颈处有淤伤，我们对比了淤伤的形状，确认与车上的安全带相符。而且，宋维民的肺部并没有发现水肿和气肿，所以可以推测他是在落水之前就已经死了。根据淤伤来判断，应该是被汪晨用安全带勒到窒息而死。而在狭小的车内空间中，只有当宋维民坐在司机位时，汪晨才有可能完成勒死他的动作。继而可以推断出，宋维民被勒死后，汪晨将他的尸体放到了后座上，之后车子才沉入水中。那你们说，这个汪晨会不会是畏罪自杀，所以才开车带着老宋尸体沉入湖中？根据鉴定科的报告显示，汪晨的安全带系得很好，车门也没有被拉扯的迹象。一般人在溺毙之前都应该会尽全力的求生，毫无挣扎痕迹不太可能。现场没有刹车痕迹吗？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制动系统，才能确定是刹车故障还是蓄意把车子开进湖里的。汪晨坠湖之前，会不会处于昏迷状态？车上就2个人，宋维民已经死了，汪晨怎么会昏迷呢？有第3个人。车主信息查了吗？他和老宋是多年的好友。老宋昨天白天跟他借车的时候，说的是要接送朋友，他也没多想就把钥匙给他了。案发的时间段他又不在场里面。